第18章市面繁荣风气改西侨产业纷纷转手经济侵略，研制可怕妇女风气，影响全国。上海钱庄、宁波帮多买办阶级不可一世银元绝迹，聂必出仕币制改革，物价稳定，难民军籍，市面繁荣。太虚法师受人利用128之意，上海的市面突然繁荣起来，因为上海四郊的人都觉得租界比较安全，纷纷到上海租界来避难，一住了下来就不再搬回去了。所以上海的市面日益发达，也可以说是畸形的繁荣。但是一般外侨对上海的看法不过是暂时的太平，中日双方迟早会有一场大战，有好多人把地产卖出去，把业务的范围缩小。西侨产业纷纷转手，英国人最敏感，这是公共租界的实权，虽然在英国人手中，但是工部局董事会从民国4年1915因欧战关系，德籍领事于10月下旬辞职，日籍董事石景明以次多数递补，到民国16年1927，日籍董事又由1人增至2人，他们总觉得不安乐，可是表面上还镇定。有一件事大家都不大留意，就是上海的电话公司正在异常发达的时候，忽然以575万两银子转让给美国财团，全部变成美商的产业。从前上海的电话费是按季收费的，每季收费10多元。自从美商接手之后，条约上签名以后，电话要论打电话的次数计算，每次3分钟为大洋3分，基数很低，打得少付费很便宜，打得多付费就不同了。这是美国电话收费计算的方法，好多大商部都实行这种办法。从前上海人对美国人电话费以次数计值，一度有人在报上反对，不久也就销声匿迹。于是各店铺和住宅都把电话锁了起来，对陌生人打电话一概谢绝。这件事情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用意，何以英国人办的公用事业肯随便让给美国人？后来才知道，他们要将各种产业纷纷变卖，免得大战爆发，遭到重大损失。上海的地产大王除了英国籍犹太人哈同之外，还有一个英籍犹太人叫做沙逊，此人是一个独身者，终身不娶老婆，他携有巨资，每年在上海只住8个月，其余月份用作周游世界。他的钱财很早就用在上海买地皮，他的方法是购买一幅巨大的地皮，隔几年卖出一半，留一半建楼收租，眼光很够。他所买进的地皮后来都变成旺盛地带，著名的一幅地就是他斥资建成的沙逊大厦，就在南京路外滩口上，十分宏伟，每年所收的租金都在几十万以上。他将租金收来，又购地皮。霞飞路的13层楼大厦也是他的产业，他的产业一多之后，银行都和他发生贷款关系，所以他要买进地皮的话，款项可以一呼而及。像这种高楼大厦，他一共有10多处。沙逊的住宅在霞飞路善中路、金常熟路附近，叫做沙发花园，里面的房屋并不大，空地竟占到全幅地的9%。电车行经霞飞路，走过他的花园要停2站，其大可知。128战争时期，他避居欧洲，回到上海之后，自称年事已老，要宣告退休。首先把沙发花园分割出售，直到卖光为止。其他大厦他转让给各个地产公司，然后携巨资远走高飞，不知所终。他这许多钱都是从中国人手中搜刮而来的。上海还有许多洋商地产公司，股票都上市场，
但是从前洋商股票市场，中国人参加买卖的人都是巨富，小康之家是不敢进去的。战争之后，房屋奇缺，租金猛涨，地产公司的股票天天上升，外国人明收暗吐，中国巨商认为是好机会，只收不吐，所以好多地产还是套在中国人头上。但是幸有后来抗战时期的畸形繁荣，所以吃亏并不太大。最实惠的还是那些外国来的商人，往往空手而来，满载而归。经济侵略严之可怕，外国人在上海最早发行公司股票、公司公债，股票都上市，所以外国人到中国来做生意，只要有第一批本钱，此后便可以取之于华人。这种股票和公债利益优厚，而月月涨，年年涨，不过涨的幅度一年不会超过20%左右。然而已经令到上海的高等华人大发其财，不上数年，资本又加了几倍。外国的股票虽然是一种专门的投资企业，也含有一种专门的经济学，但是一到了上海就变质了。有许多外国大滑头先后来上海，组织保险公司、贸易公司、地产公司，滥发股票，仗着他们的势力，谁也不去研究他们的内容和实力。其中有名人物很多，积资少者数百万，多则数千万。所以后来有一个美国人到上海，看了这种情况，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冒险家的乐园》，并且有中文译本。我们看了之后为之哗然。在我记忆中，有几个外国大滑头，一个是开设汽水公司的，当时上海人称汽水为荷兰水，说是荷兰发明的。此人发财之后衣锦荣归，成为巨富。一个做雪糕公司的，从前上海人称雪糕叫冰淇淋。这家公司的老板到上海来只带有美金36元，设厂制造雪糕，最初一桶一桶卖给菜馆的，后来改为纸包块状批发，销路很大，大发其财。接着便开了几处冷藏库，后来再从冷藏库发展到向沿铁路各省各县收购鸡蛋，不但将鸡蛋运出口，而且把鸡蛋制成干蛋和蛋粉运销外国，专供做蛋糕之用。此人发的财总以千万元计。但是他们在中日战争前后一看形势不对，都把产权转卖给中国人，他们一些也没有吃到亏。然而仍有极大数量的房屋和地产，如浦东的一个石油库可以容纳石油20万吨，这种油库的设备卖不掉又搬不动，终于冻结在上海。不过汽油和石油销售于中国已有100年之久，根据统计1948年这一年，汽油销到4826万美元，利润的丰厚不可胜计。所以这种设备的放弃，在他们还是不觉得十分可惜。